我一直以为留声机是靠电驱动的，直到看了它内部精妙的机械原理，才觉得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留声机录音的过程是将声音的振动转化为物理形态，刻录在唱片上的过程。具体来说，录音时，声音会先被转换成电信号，这些电信号控制着一个刻纹刀，在唱片上刻出一圈圈弯弯曲曲的纹路。这些纹路并非随意刻画，而是精确地对应着声音的频率和振幅，真实地记录了声音的原始信息。注意哈，重点来了，留声机不用电，那它是怎么让唱片转起来，重现声音的呢？接着看留声机的动力引擎发条装置。发条其实就是一个螺旋形的弹簧，你给它上劲儿，它就储存了能量，当你松开手，它就会慢慢释放能量，带动留声机里的齿轮转动，让唱片转起来。留声机的节奏大师调速器，为了保证音乐播放速度稳定，留声机配备了调速器，它利用了离心力原理，可以根据转盘的转速自动调节阻力大小，从而使转盘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。具体来说，当转盘转速加快时，调速器内部的飞轮转速也会加快，产生的离心力就会增大。离心力会带动控制杆压迫摩擦片，增加阻力，从而降低转盘的转速。反之，当转盘转速变慢时，离心力减小，控制杆对摩擦片的压力减小，阻力也随之减小，转盘的转速就会加快。这是一种自动调节阻力的机制。留声机的声音放大器、唱针、振膜和喇叭。唱针是留声机的核心部件之一，它的尖端设计得非常精细，才能准确地沿着唱片上那密密麻麻的纹路滑动，读取声音的信息。当唱针沿着这些纹路滑动时，它会随着纹路的起伏而上下颠簸，左右摇摆，把声音的信息从唱片上翻译了出来，变成了一种机械振动。然而这种振动非常微弱，我们根本听不见，这时就需要振膜和喇叭来帮忙放大声音。唱针的振动会直接传递给振膜，让振膜也跟着振动起来。振膜的振动会传到喇叭的小口，然后在喇叭内部来回弹，最终从喇叭的大口喊出来，变成我们能听到的声音。